你是会擦保养品的人吗？我曾经也和大家一样，年轻的时候肌肤吹弹可破，但长大之后就开始担心肤质变差，跟着大家买一些基础的洗面乳和保养品，想说这样就可以维持我的好肤质。直到工作压力开始变大之后，睡眠不足，肤质也跟着变差，就开始有一些发红、脱屑，还有发痒的情况。我一直以为是我没有洗干净，或者是不够保湿。所以我就开始买一些清洁力更强的洗面乳，还有保湿用品，但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最后皮肤科医师诊断是脂漏性的皮肤炎，之后就一直时好时坏，直到最近看到一本肌断食的书，是由日本的一位宇津木隆一医生所写的。肌断食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使用多余的保养品，肌肤已经有它的保护能力了，上面有好的共生菌会自我保护，代谢的时候也会把脏污一起排掉。所以只要使用清水洗就可以了。保养品里面的界面活性剂也会造成皮肤毛孔粗大和发炎。那我身为一个极简的人，当然要来试试看这种超简单的保养法，说不定可以改善我的脂漏性皮肤炎。先来看一下原本的样子。今年30几岁了，我应该是比较严重的。我现在是脂漏性皮肤炎，然后我的两侧跟这边都有红斑，偶尔会有一点脱皮，但最近很少。然后这边也是。眉间的地方，这边有一点点小痘痘，会比较红的地方，其他都还好。鼻头有人吃痘疤是还好这一个，但痘疤应该没有办法。书里面有提到，可以透过高倍率的放大镜看看皮肤纹理是不是正常。那这4张是皮肤纹理的比对图。看一下我们用清水洗可不可以把油脂洗掉？洗脸前跟洗脸后有什么差别？但是洗脸前的这边是鼻翼比较受伤的部分，然后油脂还蛮多的，然后之前很常脱皮的地方，脸颊的地方，哦，好油哦，好像卤肉哦。然后看到很油的地方，测试一下用清水洗可以把这些油脂洗干净。完全没有用洗面乳，鼻翼的部分还是红红的，但是没有那么油，所以还是洗得掉受伤的地方，脸颊还是没有那么油。今天26号，今天是第6天，然后我的皮肤蛮严重的过敏，额头超爆痘，都红红的。然后我昨天又擦了一点脂漏性皮肤炎的药，不然真的是超级痒，又很干。脱皮现在有一个犹豫的点是，到底要不要撑下去？第1、2天的时候都还蛮好的，就只有用清水洗脸。然后第3、4天皮肤就开始有点干，有点脱屑，然后我就涂了一点点凡士林，大概是黄豆再大一点，然后就开始变这样，就开始变超严重。出门的时候脸都非常的痒，就会一直想要去抓它。大家要不要撑下去呢？真的是第7天，2月27号第7天，看看我这个脸开始严重的脱皮。我已经分不清楚是皮肤炎还是过渡期了。这是刚洗完澡、洗完脸的状态，这里都非常的干，这是大脱屑。我现在非常挣扎，到底要不要撑过这段时间？但是现在不太会痒了，不像那个3、4天的时候那么痒。我好像也没有那么红了，但是房间也没有特别干，跟气候应该没什么关系，应该是他自己在排毒吧，我猜，希望是这样。今天是第9天，我刚洗完澡，准备要睡觉了，已经好很多了，几乎都没有脱皮，但是还是有微微红。不过这是本来就有的，因为小时候被刮到。对，这不是肤质的问题，这边都好很多了，但是会有1、2颗小痘痘，这个其他都好很多。因为没有失眠。对，饮食可能也有帮助，最近也在尝试另外一个无麸质的饮食，几乎都是自己煮。之前有测过敏原，然后现在几乎都没有在吃那些东西，算是好很多啦。那头皮也有尝试不要用洗发精，但是我还是怕怕的。脂漏性皮肤炎很严重的时候，就会一直掉头皮屑。我现在是隔天不用洗发精试试看，现在是都没有头皮屑了，还好。第11天。脱皮已经好很多了，几乎都没有，这个痘痘还没好，摸起来些微粗粗的，但是这边还蛮滑嫩的。然后这几天都只有用清水洗，防晒保湿的乳液都没有擦，过敏的药也没有擦，头皮还是怕怕的。昨天1天没有洗，就有一个快要长痘痘的感觉，这个光可能不太好，但是还是记录一下。今天是第
12天，应该吧。现在的肌肤状况还蛮好的，没有什么脱皮，但是有一点红红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吃炸鸡了。从第1天开始，我就没有吃什么麸质的东西，重口味的几乎都没有。我已经自己煮了好几天了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等一下吃的炸鸡，油炸的跟麸质面粉的东西，看会不会对皮肤有什么影响。好的，我们明天见。我昨天吃了炸鸡，今天吃了蛋糕，因为生日的关系。然后我的脸就开始红红的了，吃太多面粉。你看这里还有脱皮，我这里，糟糕啊！我真的是麸质过敏的体质。我们再来看看会怎么样哦。你明天还要吃蛋糕？标准的蛋糕，我们2个人要吃完，耶，赞赞！大家再见。第20天了，然后因为我前几天生日，所以我吃了蛋糕、披萨、炸鸡，还有什么？好吧，我咬了2口面包，然后我的脸现在变成这样子。我一样都是用清水洗，完全没有用肥皂或者是洗面乳。今天是35天，我们来看一下肌肤纹理有没有差别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点点红红的，还有一点脱皮的状况。红红的地方好像看不太到什么纹理，非常的红，不确定是不是严重受伤，没有什么纹理。眉心也是常常脱屑，但我不太确定这是整体都还是红，但是旁边的纹理还蛮清楚的。哦，这超严重，脸颊的地方完全没有肌肤纹理，这可能不是短期可以修复好的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测试到现在也30多天了，可以看到我的脸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红肿，不过脱皮的地方已经好很多了。那中间有2次的饮食测试，有吃了一些有麸质的东西，然后隔天就是直接大过敏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这个肌断食测试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去验一下你的过敏源，然后确保饮食也有做控制，才不会影响到你的实验结果。之后应该还是会维持现在的早晚2次的清水洗脸，然后其他保养品也都不会再用。那我们这样半年之后来看一下肌肤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希望这支影片对于正要尝试肌断食的你有一点点帮助。好的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。